分享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当明星。你再逼我上学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蝉鸣聒噪中，我听见女儿尖利的嘶吼，眼前一片模糊，擦干眼泪，才看清女儿脸上满是傲慢与不屑。我愣住了，被撞死之后，我竟然回到了女儿初中毕业那年。上一世，女儿也闹过一模一样的戏码。中考结束后，她死活不肯继续读书，一门心思想当明星。女儿涉世未深，可我太清楚，她根本不适合这条路。她早产体弱，从小被我捧在手心娇养长大，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性子，都撑不起明星的光环。可她以死相逼，我劝不动，只能带她去格兰德市，为她的星途铺路。没背景没资源，我在无数个酒局上厚着脸皮求导演，只为给女儿争取一个试镜机会。拿到第一份剧本的那晚，我喝到胃出血。可女儿满心都是进剧组，在医院里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她完全不懂演戏，我熬夜帮她抠剧本，陪着她一遍遍地练。有一场她扇我的戏，我的脸被打得红肿，却半句怨言都没有，甚至为她的进步暗自高兴。后来女儿走红，招了不少黑粉。我拼尽全力保护她，右手受了伤，再也握不了手术刀。是我费尽心思把她送上领奖台，可她身披荣耀时，却弃我而去，投向了出轨的丈夫麦克、帕克和恶毒继母辛迪、柯林斯的怀抱。她说我是她最恨的人，是我阻止她演喜欢的角色，逼她按我的意愿接资源，是我苛待她，不给她吃饱饭，害得她患上胃病。可辛迪不一样，她支持女儿接热门角色，拍代言，还亲手给她做爱吃的炸鸡。她不知道，我给她安排的饭菜都是营养师精心搭配的，她的胃病明明是暴饮暴食，吃辛迪给的垃圾食品造成的。我被她的粉丝开车撞伤送进医院时，女儿正和麦克、辛迪参加庆功宴。医生给她打电话，说我病危，让她来见最后一面。她轻飘飘地回答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她的尸体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真恶心。看着女儿在阳台上一动不动，我开口了，等等，你可以去当明星。或许是之前吵得太凶，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。女儿根本不信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？发誓，你要是再逼我做任何事，就被车撞死，死得惨不忍睹。她微微扬起下巴，说出的话残忍又理所当然。就算经历过一次失望，我的心还是猛地一凉。上一世，我或许就是应了这个誓言，才会被撞死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我一字一句认真地重复他的话，我发誓，要是再逼你做任何事，出门就被车撞。女儿这才满意地从栏杆上下来，转身往屋里走。擦肩而过时，她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鄙夷地说，妈，你与其想着管我，不如好好收拾下自己。你看看你，像个丧门星，跟你在一起我都觉得丢人。难怪爸爸要离婚，我好久都没见过他了，都是你的错。女儿从小就崇拜麦克，总在同学面前炫耀自己有个当公司高管的爸爸。可作为他的妈妈，我只能带着他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镇里过着节俭的日子。他忘了，我曾经是顶尖医院的主治医生，前途无量。我辞职搬到小镇，只是想给他一个安稳的环境调养身体。而他崇拜的爸爸，多年前就出轨了，如今还有了私生子，对我们母女不管不顾。3个月前，我忙着帮女儿备战中考，麦克趁机提出离婚，还用女儿的抚养权逼我净身出户。女儿是我的一切。我怀着8个月身孕时还上手术台，过度劳累导致她早产。我一直对女儿心存愧疚，要是她足月出生，一定会是个健康的孩子。所以我只能选择放弃一切，带着女儿重新开始。可我咽不下麦克出轨的气，打算起诉他。女儿却骂我自私，说我是没分到钱，想毁了爸爸的名声。为了女儿，我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。讽刺的是，就算女儿处处维护麦克，她也从未尽过父亲的责任。上一世，是我把女儿捧成当红女星后，她才敢认这个女儿。可在女儿眼里，是我剥夺了她的父爱，
罪该万死。看着他抓起包要走，我叫住他，希拉，想你爸爸的话，就去格兰德市找他吧。真的？女儿激动地扔下包，半信半疑地问，你愿意带我去？我补充道，我给你买机票，你自己过去。那明天就买。我要早点走。女儿欣喜若狂，转身跑进房间收拾东西。我坐在书桌前看医学书，女儿突然闯了进来。她没跟我说话，径直打开我的柜子，拿出一块打磨的光滑的白玉。希拉，帕克，放回去。我语气严肃。女儿紧紧攥着白玉，不情愿地摇头。妈，我去看爸爸，总得带个像样的礼物吧。他来看我时，总会给我带礼物的。我挑眉反问，你说的是那只$1.39的发夹，还是从地摊上买的童装？女儿不服气地顶嘴，你怎么这么看重钱？我不需要爸爸给我买贵的，他有这份心意就够了。真是无可救药。我懒得跟他争辩，直接从他手里拿过白玉锁进柜子，转身就走。女儿瞪着我，指责道，你就是故意不让我跟爸爸亲近，想让我依赖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就算给爸爸擦鞋，也不想跟你住在一起。我有些意外，回应道，我从没这么想过。你这么依赖你爸爸，以后就跟他过吧。你说真的？女儿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。女儿狂喜地跑回房间，迫不及待地给朋友打电话分享好消息。那个老太婆说，我以后可以跟爸爸住在上海了。我锁好了门，她没从我这儿拿走任何东西，就用自己攒了好几年的零花钱，给爸爸买了一套手工唐装。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，女儿就开开心心地带着行李离开了。被她的动静吵醒后，我再也睡不着，索性起床继续看医学书。离开手术室这么多年，要是再回到医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精准地握住手术刀。不过，就算最后只是个普通医生，也比做女儿的垫脚石强。女儿走后，我也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回格兰德市找工作。嗡嗡，桌上的手机响了，是麦克打来的。刚接通，就听见他怒气冲冲地吼，赛琳，那时你是不是疯了？没跟我商量就把希拉送到格兰德市，给我添了多大麻烦。我把手机拿远了些，平静地回答，女儿说想跟你过，我就让她去了。不行，希拉不适应格兰德市的环境，她就该待在小镇。我现在就送她去车站，你过来接她。她大概是怕希拉待久了，打扰到辛迪吧。总是这样装模作样，表面上不关心女儿，实则想当个体面的好爸爸。我故作无奈地说，女儿非要跟你，我也没办法。你要是不要她，我就只能去你公司问问，一个抛弃女儿的人还能不能当高管。话里的威胁再明显不过。行，赛琳，你够狠，但你以后别想再见到女儿。他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。他说这话，我一点都不怕。不管我为女儿做多少事，他都深恶痛绝。不如索性放手，就当从没生过这个女儿。中考成绩出来了，女儿考了全县第8。班主任给我打电话报喜，问我想让她去哪个高中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，老师，她以后跟她爸爸过，不归我管了。有事你联系她爸爸吧。1周后，我走出格兰德市机场航站楼，收到了女儿的消息。里面大概有7、8张照片，全是她和辛迪的合影。她挽着辛迪的胳膊，头靠在辛迪肩上，笑得眉眼弯弯。我记得2年前带她去吃火锅，想跟她拍张照，她却皱着眉把我的手机打掉，吃个饭而已，拍什么照？你想让我更丢人吗？也是，辛迪比我年轻几岁，保养得好，看着跟大学生似的鲜嫩。女儿当然更喜欢这样的继母。紧接着，女儿发来几条语音。喂，你别耍花招，想把我弄回去，我才不回那个破地方上高中。柯林斯阿姨对我可好了，她和爸爸才是我的家人，比你好100倍。要不是你当初抢了我的抚养权，我早就回家了。对了，妈妈给我生了个弟弟。而你呢，又老又丑，肚子还不争气，这么多年连个儿子都给爸爸生不出来。我要跟你断绝关系。你老了也别来找我，我只孝顺爸爸和柯林斯阿姨。
你这个老太婆，离我远点。看完这些话，我深吸一口气。原来在女儿心里，麦克和辛迪这两个无耻之徒才是值得信任的人，而我这个生她养她的母亲，反倒是他们团聚的绊脚石。我关掉屏幕，懒得回应这些毫无意义的话。几天后，女儿又给我发消息了。她说辛迪支持她进娱乐圈，已经帮她争取到一部网剧的角色，马上就要开机了。没想到这一世，女儿还是要走娱乐圈这条路，或许她在这方面真的有运气。只是没了我这个拼命帮她抢机会的人，她还能不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女主角？这部网剧的名字我看着很眼熟，仔细一想，才记起上一世这部剧火过一阵子。后来爆出导演侵犯女主角的丑闻，剧集直接被下架了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提醒她。我发了条语音，开门见山，接角色前，最好好好查查这部剧的导演。拜托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行不行？你现在没资格管我了。别忘了你的誓言，再多管闲事，小心被车撞。女儿的语气极其不耐烦。我脸色一冷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冥顽不灵的人根本讲不通道理。